又到了1年1次的工作桌面产品推荐的影片。看过我前几部桌面搭配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从基隆的小空间的租屋，到装修中古屋，到智能工作台的过程。3年过去，我变了，变得不再去追求什么极简的工作桌面，而是真正能够帮助我提高生产力的设备。可能有些人会说，桌上有线材好乱，但有什么关系？能够帮助自己更专注，省下时间，换得快乐，才是适合自己的桌面。所以今天这支影片要和你一次性的分享我今年所购买的新产品，经过2024年1整年的使用真实心得。老惯例，我把我今天所分享的所有产品都整理好给你了，看到后面就知道怎么样领取这个清单。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快速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桌面的主要差异，主要是我们的主显示器换了，加上换了一个新的萤幕挂灯，然后桌上还有 iPad， 之前的电脑合起来现在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萤幕上总共有4个萤幕，感觉工作越来越忙了。然后再来是我现在还在练习怎么样使用这个轨迹球滑鼠，虽然说我觉得用起来之后还是没有像我当时在学习这个新的曲面键盘来说感觉容易，因为我觉得一直在使用的时候，这个大拇指非常的不够灵活，所以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现在目前主力滑鼠还是 Master 3X， 一样是罗技的这一颗。上一台的显示器是 BenQ 的 ES3203， 用了3年多，因为很喜欢曲面的沉浸感，所以一直舍不得换。但每一次只要看到柚子桌上的戴尔的 4K 显示器，一看了就觉得 2K 真的模糊到不行，所以一直想换，但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直到我看到 BenQ 的官网出了这一款。必须说 BenQ 这切法很精准，完全打中 Mac 用户的需求。因为我每次买萤幕看半天，就是没有支持 P3 色域，而且担心实际的颜色会不会跟 Mac 差很多。结果现在 BenQ 直接挂保证说，这是最适合 Mac 的显示器，只要一条附赠的 Type C 就能够充电加传输，所以就直接买了。好，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颜色比对，这是我的 MacBook M3 Max， 然后这是我的 BenQ 的 PD 系列的32寸，然后你看这是另外一排的显示器，有发现吗？这两个颜色是比较近，然后这个颜色就有一点点色偏，对不对？这个地方比较黄，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PD 系列的颜色的色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 PD 系列才会有这个 HotKeyPad G2， 对，它是一个可以直接透过快捷的方式去控制你萤幕上的色彩标准的。那怎么做呢？我们现在直接进去看一下。简单来说，你看现在画面长这样嘛，然后按一下这个，它就变成 M-Book系列的颜色跟你的 Mac 是打一样的颜色。然后第二个，你看这是我的暗房。那暗房是干嘛的呢？通常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嘛，因为这个萤幕会太亮，它打得我脸太亮，所以通常我的相机在旁边拍摄的时候眼会太过白，所以就要用这个暗房模式。那第三个可能是这个什么？这是 P3 色域。那这3个按键还有这边也可以直接调整你的亮度。好，这边在调它的亮度。对，那这个全部都是可以再额外制定。然后它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它有自带一个软体，这个软体是 Windows 跟 Mac 上都有的，你就点它这个设定，然后整个进阶很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应用程式去设定不同的色彩表现。所以你可以看我现在在剪影片嘛，所以就是 Rec 709这样，所以你看我现在是 Rec 709嘛，然后我移动到另外一个 PDF 的阅读器，啪，它就会立刻自动的切换到我的阅读的色温调整，所以看这个萤幕也比较偏黄。然后如果我再换到我的浏览器，你看1、2、3，啪，它怎么没有自动？它会慢一点，所以它会一点点时间去做调配，然后就切换到你的模式。那这个就是我的 MacBook 型模式，你可以看底下，它就跟我的 Mac 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很酷，就是你很多专业的设计师你会根据自己的工作需求，你可以看这边有很多的选项，就是有 Display P3 有剪影片用的然后还有 CAD 还有暗房 HDR。所以你就会根据你不同的软体，可能是 Photoshop 你要用什么，然后你是在做 3D 线图设计的时候，可能要用什么样的色彩模式，然后去做额外的设定。不过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BenQ 居然专门为 Mac 的使用者出了一条产品线，叫 MA 系列，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官网。那你看到它的外形其实跟 MacBook 是非常非常搭。除此之外，一样是一条线可以做到传输跟充电，还有就是它的画面跟色彩的同步是完全还原 Mac 的。那到底这个 MA 系列跟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PD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直接看它的官网有一个很厉害的表格，叫这个产品比较表格。我当时为什么会喜欢选择 BenQ 作为我的显示器的主要的品牌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表格。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主要有3大产品线，一个是 RD 的，专门让你的显示码透过有
特定的去做高亮显示的优化，就是 RD 系列的。然后在 MA 系列的就是做 Mac 使用者的 ，PD 系列是专门给专业设计师的。那你可以看底下，其实就有一些详细的规格的参考，那就会给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显示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这样做横向的对比。所以总结来说，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是 Mac 用户，但对于多元的色彩模式没有这么大的追求，只想你的显示画面跟 Mac 一致，那建议直接选今年9月新推出的 MA 系列，价格超甜，一样便利，而且亮度还更高。但如果你是专业的设计跟影像工作者，还是建议 PD 系列才有更完整的色彩模式。至于大小该怎么选呢？如果你的桌身不到70公分，建议27寸就够了。讲完主要的萤幕，来看一下周边的小配件吧。介绍一下为什么当初要换这个萤幕挂灯，把它升级，主要就是因为它现在有多一个这个叫做入座感应跟开启跟熄灯，也就是我人只要进去这个位置啊，它就会自动开灯；我离开这个位置过一段时间呢，它就自动关灯，所以就没有我之前桌上那个旋钮。那个旋钮啊，真的是虽然说它的控制它的光小啊，然后光的颜色啊，非常非常方便，但是常常会没电，所以我大概1个月就要换一次电池，我觉得其实蛮麻烦的。然后现在因为变成像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基本上不用管它，我只要设定好依次设定好之后，我只要一入席或者一离席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灯跟关灯。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我的是黑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柚子的，柚子的是白色的，对，就也是很好看的，就很适合它整个萤幕这样白白的样子，对吧，东毛？他现在桌上养了3只狗。养了3只小狗的桌子。然后关于这个萤幕挂灯呢，我有写一篇完整的部落格图文，跟你介绍为什么不要再使用桌面的台灯，然后以及我这几年从第1代的 BenQ 的萤幕挂灯，到第2代的 Hello， 到第3代的这个 Pro 版本的一些使用差异跟一些完整的图文讲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打BenQ Screen Bar Pro 开箱，应该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如果找不到的话，空格加雷蒙也一样可以找到。那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啊，是因为其实啊，有人反映说，在使用这个 BenQ Screen Bar Pro 的时候，因为如果你像我的萤幕是一样有萤幕支架架起来的话，很多时候呢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因为它离你的桌面太远了，所以它感应不到你进去了。那我刚好是因为这边桌面上是有一个我自己的笔电，所以我有时候会使用我主边上的触控板，然后就感应得到。有时候啊，也会真的就是我明明人还在，但它就关灯了。就另外一个创作者叫皮乐，但他在9月底的时候有分享，就是他跟客服联络了之后，客服帮他的产品做了调整一下，那这样子它的感应范围就会变大，然后你就不用担心说你明明人还在，但是离你的桌面太远，然后就自动熄灯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找 BenQ 的客服来询问解决。再来就是我们的空拍机时间，就我今年呢买这个 DJI Neo，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去年之前买的是这个 Mini 3，然后出门的时候要背一个这样的超大包包，里面要放一台空拍机，然后还要放一个这个遥控器，所以其实蛮重的。那这时候买了这个之后呢，我现在出门只要带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台的，然后加上我本来就会带的手机，其实就可以做操作，根本就不需要再拿这个大的遥控器。而且遥控器其实坦白说，你要练习要操作是有上手难度的。那我觉得今年啊，如果在各个科技玩具跟帮助我们拍摄的过程里面，这个来说真的是 CP 值最高，因为它只要5000多块，但是都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拍摄体验跟非常有趣的。我们就直接 demo 给大家看。好，我们要测试这个大疆的小飞机了，只要长按就可以启动。近距离定向跟随，3、2、1。然后这是定向跟随，就是我往那边走的时候，你看它也跟着往后，所以就有这种第一人称人家帮我拍的这个视角，对，然后就很适合在这个餐厅的场景这样拍摄。然后快要撞到了，撞到了！它卡到了，所以它没有避障功能就会卡到，所以大家在小空间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我现在要用的是跟随模式，就是它跟着我的屁股走，所以就会有一种有人在后面跟着我的感觉。跟随3、2、1。就长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后走喽，还有这样跟着我走。然后我如果往背后的话，你看它就会这样，就很像在home tour的感觉，甚至你可以这样回来看着它，跟它讲话，然后可以绕我们家一圈哦，所以就会像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介绍我们家。好，这是我们的多功能室，啊，旁边还有一个移动的小升降桌在这里，这样，所以这样就可以2个机位啊。你看我这边就有一个机位嘛，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拍我这样，对，所以其实还蛮好的，就会很方便的有一个很吵的一个无人机，但是在家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近距离拍它一下，停在天空上，非常像一个苍蝇的感觉。Hello， 然后这样手放在底下，它就会自动停在我的手上啊，很方便吧？真的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飞行的基础跟技术，太适合大众入门。另外，我今年桌面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把 iPad 放在桌面。一开始没有想把 iPad 放在桌面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原本是用这个巧控键盘加 iPad， 这是我上一代的 iPad Pro， 然后现在死机也是一个砖头。然后因为加在原厂的键盘，它就有这个键盘很定得，然后又很重，我单手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对，所以它放在这边的时候，因为我不用这个键盘我键盘都还是用我的电脑，然后就这边多一个键盘，我就觉得很难移动，然后我也不会去使用到，所以就会觉得桌面上很卡的一个庞然大物，就没有用它。然后现在呢，我换成一个这个罗技的 Combo Touch， 就是你可以看后面，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壳，所以我可以甚至放在桌面上不动都没有关系。然后它的键盘是这样子可拆式的，你可以看它有一个磁吸的磁口，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子放进去，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像原厂的巧控键盘一样，可以外出办公。那就是在家里面嘛，就在桌上，我就把它拆掉，然后因为它没有了键盘就变得很轻，也可以很好移动。然后重点是因为 Mac OS 有更新一个很棒的功能，你可以看我在我的右上角这边然后我只要再点这个控制列，然后这边就有一个萤幕镜像输出，点它，然后我就去我的 iPad。然后它就把我的电脑的画面直接变到我的 iPad 上，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了触控功能，但是我的滑鼠过来是可以操控，对吧？开我家的灯对，然后开我家的工作大灯，对，因为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它就变成我另外一个工作画面，然后我可以把它变成我的行事历啊，然后我可以放下我的直播课的一些同学的问答跟对话都放在这边，所以我就主萤幕在这边。然后这个副萤幕因为它很小嘛，所以基本上都放固定的显示，可能就是桌面，或者是像行事历，或者是像直播课的时候要用的一些文稿，然后大部分都还是看我的主萤幕，然后这个就会放我的 OBS， 就是我平常在直播的时候的一些直播的调控，然后旁边长的就会放我的文稿，对吧？今年我们发现我们买了蛮多的 BenQ 的产品，还有一款还没有介绍到，就这个7代式投影机，它叫做 GV50。那当时会买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柚子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使用体验。噔噔，好，太好笑了，什么奇怪的出场的方式就是希望可以常常去露营但是都没有去过。太好笑了吧！我跟你讲，就这一台必须说一下，就它跟我们家电视的画质真是没有办法比，就是因为它的画质只有1080，然后投影机大家也知道，就是反正就不是比画质，而是比那个辨析程度。而且我觉得它的音响其实还不错就是那时候它放出来的时候，音响真的有吓到我。主要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侦测到各种墙壁跟距离的时候，它会自动矫正变成适合的大小。因为一般以前我们买那种便携式投影机，你只要自己按那个梯形矫正，就买过投影机就知道，按梯形矫正按到你手酸都还没有办法用回来。但它很厉害，就是它会自动侦测。我这件事情蛮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可以这样360度移动然后可以180度的旋转，所以其实就可以打怎么样的墙壁都可以很方便。然后底下附2个这个小屁股，就是你可以去斜去打天花板键，但是可以放在床边，也可以打到正中间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床上，就是用它来投一些小影片。那如果真的要看高画质的影片，还是用电视它其实就是给你带出门，合家娱乐用的，就可以萤幕可以打很大。其实我们现在就有2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偶尔会把它放到房间里面，然后因为我们刚好主卧室的正前方是一个墙壁嘛，然后刚好投影出来，可以偶尔睡前看个几个影片，然后再休息再睡觉。对。然后第2个场景就是有时候我们社群里面会一起大家揪一大团出门玩，然后有时候会在民宿里面，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可以用这台，然后放在一个大萤幕上，然后大家可以在沙发的时候一起看，就是想象中美好的画面。这是第3年拍摄工作桌面的影片，最后想跟你聊聊拍摄的背后故事。前2次是整个环境有变化，这一次是同一个桌面，所以好像没有了那种新鲜感。
不过目前桌面的配置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没什么变化反而是件好事。因为无论是极简还是极繁，记得都要回归到本质，能够帮助自己提高生产力，工作更有效率，才是最好的桌面，而不是为了好看，刻意为了颜色搭配而舍弃掉那些真正好用的设备跟产品。因为这是你的桌面，不是那种商场要摆给路人看的样品。透过这3年的记录跟拍摄，我也学到了另一件事：买错比买贵更惨。还有一句话没写出来，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的工作设备，能有预算顶配就顶配。顶配的好处有2方面，从耐用面，厂商会把旗舰的产品照顾得最好，用最好的规格，所以产品的使用周期最长，故障几率就最低。另外一个是人性面，因为每天都会用，即便一开始你买了2等3等的产品，以为你省到了钱，但时间一久，你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是不是该换了？例如我的椅子、显示器、滑鼠都是这样。为了省钱去买一个自己其实没有这么满意的产品，最终你还是会换到最好规格的产品，反而花了更多的钱。如果是帮自己赚钱、升级生产力或健康的工具，你值得顶配来追求实用性。而现在我的工作桌面也差不多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型了，所以从明年开始，我预计会调整拍摄的主题，改成 EDC， 也就是 Everyday Carry， 记录我每天带在身上的产品。Hello， 我是雷蒙。Hello， 大家，我是柚子。我们这一集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旅行袋的 Everyday Carry。像是今年我在淘宝上发现了这条传输线，有着雷电式的满速传输，却没有雷电式的肥大厚重。因为它的充电功率只有60瓦，那这条线就更符合我的需求。我只需要高速传输，但没有要快充。满规格的雷电式实在太笨重了。对了，这些我正在使用的产品，我都有记录在我的个人的 Notion 主页上，你可以到影片的资讯栏或者是留言区找到连结。今年30岁了，买了 A5， 目的是想要提醒自己时常记录生活。如果说记录工作桌面跟随身物品的变化是在记录自己工作方式的演变，那记录生活呢？老实说，我还不知道这些生活的小片段能做些什么，但或许3年后的我回来看这些片段，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吧。如果这一系列的影片对你有兴趣，希望能够收到你的点赞、订阅，还有留言给我你的想法，一起交流吧。也希望我明年能够继续跟你分享我的每日随身好物，还有新的玩具跟产品。那我们下次再见。一天都可以看到我跟雷蒙。很好笑，他现在脸红彤彤的。哎，出现了！怎么长得有点笑啊？好好笑哦！哎，你要继续看我，你要继续看我，真的。然后摆这个 pose 啊。